皇馬客場對西班牙人，先說結論，看好0-2或者0-3，皇馬獲勝。這場散戶資金明顯傾向皇馬方向，專業資金呢，因為客隊勝利的熱度過高，所以部分機構在臨場前對小球对西班牙主場防守的粘性保持關注，所以投資組合兩種，一種可以選皇馬客場獲勝，另一種可以選皇馬獲勝，再加上總進球數小於 3.5 球。這次揭幕戰相當特殊，因為實際上是第二輪，西班牙人已經踢完了第一輪，並且主場3-0擊敗萊萬特。皇馬原定第一輪對皇家社會的比賽，是因為世界杯參賽球員需要額外的休息，被推遲到8月26日。到時候隨後8天，皇馬還會連續面對皇家社會馬拉加。這次和西班牙人雙方最後一次交手是今年5月3日，當時皇馬在同一個球場2-0取勝。但在25年2月，西班牙人曾經在主場1-0爆冷擊敗皇馬。西班牙人主教練馬諾洛·岡薩雷斯，他的球隊在首輪完成了457次傳球，84.5%的傳球成功率，53.7%的控球率，16次射门，6次射正。更關鍵的是，對手萊萬特整場沒有一次射正，所以他們3-0大勝。這跟上賽季的西班牙人已經完全不同了。他們過去大量依靠快速進攻，經常把球權主動讓出去，現在已經有明顯風格上的變化。主教練也解釋，現在他們希望在進攻時更有耐心，減少為了追求而大量無球奔跑的消耗。特別是首輪比賽暫停時，他直接提醒多蘭拿球以後要保持冷靜，這是西班牙本場面對皇馬最大的戰術伏筆。他們未必會像過去一樣一拿球就立刻向前衝。現在傷停方面，哈維普阿多長期膝傷恢復階段，基克加西亞在季前賽受傷也打不了。而萊安德羅·卡弗雷拉上賽季對赫塔菲的比賽後擊打了 VAR 顯示器，則被停賽，被追罰了3場。皇馬這邊季前賽整體保持不敗，穆里尼奧已經逐漸固定4-2-3-1。他真正想在前場搭出來的4人組是左側維尼修斯，中路貝林厄姆，右側揚迪奧曼德，姆巴佩突前。但世界杯後4個人歸隊時間不同，季前賽還沒有真正長期同時磨合。像姆巴佩、貝林厄姆、庫庫雷利亞、迪奧曼德都屬於後期才加入了完整訓練。現在傷停方面，楚阿梅尼已經參加了部分合練，但穆里尼奧不會冒險讓他繼續恢復。恩德里克有輕微的肌肉問題，同樣沒有進入名單。而米利唐、羅德里戈、費蘭門迪、勞爾阿森西奧繼續缺席，還有小將迪亞哥皮塔奇也無法出戰。預計首發門將庫爾圖瓦，後防線上阿諾德或者鄧弗里斯，然後科納特，另一個中後衛可能是呂迪格，也可能是赫伊森，左邊庫庫雷利亞，雙後腰巴爾韋德和卡馬文加，前面是迪奧曼德、貝林厄姆、維尼修斯，突前的是姆巴佩。最大的懸念是右後衛用阿諾德還是鄧弗里斯。另外，貝林厄姆和居莱爾他們在前腰如何分配出場時間？季前賽的居莱爾表現非常突出，已經對貝林厄姆形成真正的首發競爭。雙方的主教練馬諾洛·岡薩雷斯，這是個很值得講的人物。他從開公交車到了現在成西甲的主教練。馬諾洛3歲的時候就隨家人來到巴塞羅那，球員時期一次嚴重膝傷讓他21歲就結束了球員生涯，所以教練道路幾乎完全從最基層開始，從青少年足球到加泰羅尼亞低級別聯賽，再到蒙塔涅薩、巴達洛納、埃布羅、佩尼亞體育，最後才進入到西班牙人的體系。他很長時間不能靠足球養活自己，所以幹過百貨公司，幹過水務，還幹過貨運，最後在巴達洛納開了3年公交車，一邊工作一邊執教，直到執教巴達洛納後期才真正可以全職投入到足球。所以他不是典型的名帥，而是從加泰羅尼亞的草根足球體系一路爬上來，跌爬滾打。24年他接过一队，把球隊帶回到西甲，並且連續留任到今天。上賽季他差一點下課，西班牙人一度出现18輪不勝，距離降級區只差2分。當時關於換帥的討論非常激烈，但最後老板、體育管理層和更衣室仍然選擇支持他。所以上周他本人還自嘲了一句，說西班牙人的教練過去在這裡待的時間比糖果還要短。本賽季第一目標肯定是盡快保級，而不是因為首輪有個3-0就開始談什麼歐洲賽事的資格。今年的比賽估計馬諾洛的球隊關鍵詞變成了控制。所以面對皇馬，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面對姆巴佩、維尼修斯這樣的反擊攻擊手，西班牙人還敢不敢堅持這種更主動的控球方式？而穆里尼奧距離4854天後第2次皇馬的首秀。
距離2013年最後一次執教皇馬已經過去13年。過去這2年，皇馬沒有贏得主要的冠軍，俱樂部經歷了阿隆索、阿維羅亞等等不同階段。這次重新請回穆里尼奧，要重新建立控制力，重新建立更衣室的秩序。而穆里尼奧本人說自己比13年前已經更冷靜了，更能控制情緒，但 DNA 沒有改變。現在他的孩子們已經成年，生活在倫敦，妻子也經常陪伴在孩子身邊。所以穆里尼奧回到馬德里之後，大量時間直接就住在訓練基地巴爾德贝巴斯。這次他給球隊設置的規則很傳統，非常的穆里尼奧，要提前到訓練場，集體吃早餐，營養管理要科學，訓練前要做身體預防工作要系統。他強調，沒有任何球員可以因為沒有首發就把個人的情緒凌駕在球隊之上。這句話直指維尼修斯甚至直指姆巴佩。另外，他希望球員為團隊而戰，要求前鋒同樣參與到整體防守，而不是簡單把防守責任留給其他的6-7個人。那咱們就看看比賽中的姆巴佩和維尼修斯具體會怎麼做。還有上賽季末巴爾韋德和楚阿梅尼的衝突，穆里尼奧說自己決定從零開始。他說楚阿梅尼歸隊以後，2個人的互動完全正常，2名球員甚至告訴他不需要進行調解。那麼好吧，咱們就看看比賽中楚阿梅尼和巴爾韋德會不會顯得尷尬。球員方面，大家注意一下西班牙人羅伯托·費爾南德斯，這是最重要的進攻人物。上場比賽他上半場就梅開2度，特別是前場壓迫做得非常積極，已經進入到很好的狀態，非常有自信。在基克長期傷缺以後，羅伯托已經變成那個必須承擔進球責任的人。他本身的生涯也很戲劇化，25年1月從布拉加隊租借加盟，短短幾天就完成西甲首秀，還取得進球。後來西班牙人把他买斷，上賽季俱樂部成功保级，還觸發了追加購買經濟權益的條款。剛滿24歲的他已經是西班牙人隊最有價值的資產之一。另外就是多蘭，這是個曼徹斯特地區長大的英格蘭球员，經歷過曼城、伯恩利、普雷斯頓的青訓體系，還曾經調到過英格蘭低級別聯賽。6年前他被布萊克本接納，逐漸成為職業球員。當2025年拒絕續約，選擇離開英格蘭加盟西班牙人，他的理由不是錢，而是希望跳出舒適區。加盟後還主動學西班牙語，希望不僅僅是踢球，還要真正融入當地文化。過去他經歷過至交好友的去世，這件事深刻影響了他。此後一直參與到年輕球員的心理健康相關公益，希望幫助被青訓體系淘汰、突然失去了職業方向的年輕人。他有6個兄弟姐妹，家人們上賽季只錯過了極少數西班牙人主場的比賽。他說自己的堅韌來自於父親，而溫柔的母親一直是他能夠表達情緒的對象。多蘭來到西甲之後，最大的進步是傳中提高了，所以如果能把皇馬左後衛向邊線拉開，在傳中給羅伯托在禁區內制造威脅，這可能是他們的破局點。而皇馬的球星我們都很熟悉，最值得關注的除了姆巴佩、維尼修斯、貝林厄姆，那就是右邊的迪奧曼德。老 K 非常看好，但第1個賽季一定要給予耐心。對了，這次穆里尼奧第2次來皇馬，刻意減少了媒體曝光，他不想再重演第1次在皇馬生涯中每天都成為新聞的中心焦點。不過在場內他的要求依然非常強硬。皇馬的更衣室未來如何處理矛盾，這是一個看點。好，戰術對位，西班牙人的右路對上皇馬左路，多蘭很喜歡在右路1對1，所以如果庫庫雷利亞首發，他的壓迫和回追很重要。多蘭对上庫庫雷利亞，誰能夠找到對方身後的空間，誰就能成為反擊的通道。赫爾城對曼聯，先說結論，最可能的比分0-2或1-2，曼聯獲勝。這場資金方面，大眾資金壓倒性的傾向曼聯，而主流資金和職業資金對大勝有所保留，部分籌碼流入了平局或者曼聯的小勝。組合建議可以選小球，再加個組合曼聯不敗。赫爾城這次時隔多年重返英超，而且上賽季的升級過程非常戲劇化。24到25賽季，他們還只是憑借净勝球的優勢，避免降級到英甲。隨後在亞基羅維奇的手下殺入到升級附加賽，決賽中依靠麥卡伯尼的補時進球1-0擊敗了米德爾斯堡。而曼聯則是卡里克作為正式主教練的第1個完整賽季。卡里克上賽季中途接手17場贏下12場，最終讓此前排名第7的曼聯拿到歐冠資格，自己也獲得一份新的2年合同。從他接手到上賽季結束，曼聯拿到39分，是同期所有英超球隊中最多的。我們要注意，英超时代的曼聯面对赫尔城從來沒有輸過，不過赫爾城自己過去5次英超揭幕戰贏過3次，所以不確定性也是存在的。
這次的升班馬赫爾城算是實力比較差的一個，所以和英超之間有非常大的差距。赫尔城夏天的热身賽也是有輸有贏，總體上也不算崩盤，但關鍵是開賽前遇到了大量的傷病。另外，麥克伯尼在熱身賽已經取得了進球，他是目前最穩定的锋線支點。過去的一周，赫爾城的傷病情況令人難以置信，已經有多達8個人。還有日本國腳手田英正，他已經重新參加了訓練，存在進入替補席的可能。而曼聯方面，季前賽階段表現不錯，但最後一場2-4輸給了前任主教練阿莫林的 AC 米蘭。傷停這一塊，德里赫特已經恢復訓練，但不會參加這一場。中鋒謝什科同樣已經恢復訓練，有可能會替補上。還有芒特預計很快能夠恢復，預計首發曼聯門將拉門斯，後防線達洛特、約羅、馬奎爾和盧克肖，雙後腰蒂勒曼斯搭檔安德雷桑托斯，前面是阿馬德迪亞洛、波努諾费爾南德斯、馬特乌斯庫尼亞，中锋位姆波莫。另外，埃登海文有可能放进中后衛，還有多爾古有可能進入左側，這是2個首發的懸念。雙方主教練，首先赫爾城的亞基羅維奇，這是個非常幽默的人。上賽季末升入英超以後，他在赫爾的市政厅慶典上開了一句玩笑，他說呀，俱樂部賽季開始只給了自己一個任務，保級留在英冠，結果我失敗了，我們要去英超了。亞基羅維奇出生在波黑，之後在克羅地亞長大，童年時經歷過巴爾幹戰爭，還有逃難的生活。這段成長經歷明顯影響了他現在看待足球壓力的方式。他經常說自己現在晚上照樣能夠睡得非常好，因為歸根結底這些只是體育比賽，比小時候的戰爭可差得遠嘍。真正重要的是周六要保持清醒，證明自己有能力站到這個舞台上。這是個很樂觀、愛講段子，也喜歡自嘲的人。在他身邊，他總能給你釋放壓力。戰術方面，他最喜歡用4-3-3，但在升級附加賽關鍵階段，能夠直接切換成3中衛5-4-1體系。上賽季即使在英冠，他們的控球率也只有 45.7%， 傳球成功率也不高，但是準確的長傳數量排名靠前，反擊射門數量同樣很突出，所以他的球隊會願意主動讓出球權，以長傳和搶第2點還有轉換的速度制造機會。另外，亞基羅維奇和俱樂部主席伊里賈利從第一次見面開始關係就非常好，所有的重要決定他們都會充分的溝通。主席甚至公開表示，即使這次球隊最終降級，也仍然準備繼續支持他。今年夏天，赫爾城已經引進11名新援，2次刷新了俱樂部轉會紀錄。亞基羅維奇透露，有可能還會再買3到4個人，所以這支球隊是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重新拼裝完成的。有意思的是，過去幾天英格蘭輿論非常熱鬧，前英格蘭國腳喬科爾和卡爾頓科爾在節目中公開嘲笑赫爾城的保級前景，這導致大家很生氣。亞基羅維奇直接回應說，這種說法愚蠢而且不尊重，因為球隊的一切都是在球場上掙來的，我們可不是偶然來到這兒。赫爾城老板的反應更激烈，當地球迷大量反擊，但這件事情已經幫助他們完成了最方便的更衣室動員。另外，曼聯的卡里克他已經放棄了阿莫林时期高度固定的3中衛結構，重新使用4後衛4-2-3-1。最值得注意的是拉什福德和他的關係。這個夏天沒有人要，拉什福德只能灰溜溜回到曼聯。卡里克說他在訓練中身體狀態非常好，動作銳利有力量，強調自己對拉什福德的表現非常滿意。所以這場球赫爾城的球員，咱們首先要關注麥克伯尼，他是上賽季最重要的人物，聯賽階段貢獻了17個進球7個助攻，而真正讓他進入赫爾城俱樂部歷史的是在升級附加賽決賽補時階段的制勝球。當時賽後他非常激動，也談到了自己已經去世的父親，還說自己的伴侶、年幼的孩子以及兄弟朋友們都來了現場，這不是簡單的絕殺，而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節點之一。不過在格爾哈特受傷以後，赫爾城現在沒有第2名同等級成熟的中鋒，麥克伯尼既要自己負責爭第1點，也要幫助球隊在前面拿到球權。曼聯這邊我最關注的是安德雷桑托斯，這是個典型的巴西球員，成長在里約熱內盧，小時候家裡經濟條件有限，父母為他的足球道路做了非常多的犧牲。小時候的他為了去瓦斯科達伽馬訓練，甚至有時候因為社區的安全太差，很難到達訓練場。安德雷第一次去切爾西隊的時候年紀很小，語言很陌生，環境也很陌生，所以巴西老大哥迪亞哥·席爾瓦那個時候給了他巨大的幫助，幾乎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此後他被租借到斯特拉斯堡，
這反而成為他真正成熟的階段，獲得了大量比賽的機會，承擔了領導責任，最終又回到英超。今年夏天，當他第一次和妻子談到轉會曼聯的機會，妻子的反應非常積極，趕緊說我們得去呀。現在他們已經有了孩子，安德雷桑托斯到底怎麼樣？是騾子是馬得拉出來溜溜。他跟蒂勒曼斯的雙後腰，曼聯需要的可不只是攔截，他們需要搶回球權，擺脫對方第一道壓迫，然後把球輸送給 B 費或者兩個內部空間。戰術方面，荷爾城不會爭奪控球權，他們會進行中低位的防守，然後直接找到麥克伯尼爭第二點。布魯米和斯特勞德會快速衝擊曼聯的防線。曼聯自己一旦兩個邊後衛同時推進，就很可能被對方找到內部空間。而另外，在卡里克的體系下，如何破密集防守，關鍵是 B 費。還有這場比賽定位球很可能決定勝負。總體來說，曼聯佔優，但揭幕戰從來不好打。最大的變量也許是拉什福德，看看下半場他能不能正式回歸英超的比賽。布伦特福德對熱刺，先說結論，我看好最可能的比分2-1，布伦特福德小勝或者2-2。這一場的投注，大眾資金傾向於熱刺的名氣，但專業資金因為布倫特福德主場的強勢和熱刺客場龍的傾向，順應主隊的方向。這已經是基斯安德魯斯執教布倫特福德的第2個賽季，也是德泽爾比第一次從季前準備開始完整的帶熱刺。兩隊上一次交鋒是今年1月1日，結果0-0。上賽季布倫特福德最終排名第9，這可不是個弱隊呀，只因為淨勝球等等無緣歐戰附加賽。熱刺則已經連續第2個賽季排名第17，上賽季一度真正的捲入保級戰，一個賽季經歷了弗蘭克，經歷了圖多爾，還有德澤爾比3名名帥。本賽季老 K 也看好熱刺能夠反彈，最終能夠排名前6。但如此多的新援，德澤爾比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如何迅速整合成完整體系並不簡單，鋒線仍然有缺口。投注組合的建議，亞洲讓球盤選布倫特福德，再加上選個 2.5 球的大球。季前賽布倫特福德最後一場竟然把法蘭克福打了個7-0，重點是凱文沙德和伊戈爾迪亞哥双双梅開2度。傷病方面，現在范登貝爾赫缺席，安東尼米蘭博仍然處於 ACL 傷病的恢復階段，預計馬馬杜桑加雷會完成英超的首秀。布倫特福德的陣型預計4-3-3，而熱刺他們在季前賽狀態火熱，7場保持不敗，4勝3平，其中還有2-1擊敗切爾西，3-0擊敗霍芬海姆，隨後和霍芬海姆又2-2戰平。傷停方面，范德芬缺席，波羅缺席，薩爾缺席，而詹姆斯麥迪遜、多米尼克索蘭克、烏多基、馬特烏斯·費爾南德斯都進入了比賽名單的範圍，但他們此前也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傷病。現在庫杜斯接近復出，可首輪大概率不會冒險。還有哈維·西蒙斯、威爾遜、奧多貝爾、庫魯塞夫斯基都會繼續缺陣。熱刺預計首發門將金斯基，防線阿奇格雷、范赫克、塞內西、安迪·羅伯遜，雙後腰馬特烏斯·費爾南德斯和托納利，前面是米奇·穆爾、加拉格爾、馬蒂斯特爾，中鋒里沙利松。不過費爾南德斯能否直接首發還有疑問。兩名主教練基斯安德魯斯，他不是空降的名帥，而是內部培養的結果。15歲的他曾經和罗比基恩一起在狼隊試訓，少年時代在都柏林不僅踢足球，也踢蓋尔式的足球。這種比賽結合了足球、橄欖球和籃球，在愛爾蘭非常流行。比賽是2支15人的队伍在長方形的草地進行，用腳踢或者用手打入下方的网內可以得3分，相當於進球。而將球射過上方門柱之間得1分，相當於過框。球員既可以用腳踢，也可以用手擊，還可以傳球，還可以運球，但球不能直接用手從地面撿起來，必須用腳挑起來。成年队的比賽通常70分鐘上下半場，這是業餘性質的比賽，可頂級賽事也能吸引數萬名觀眾。場上的球員和教練傳統上都是業餘身份，不領取職業的薪水，但允許身體對抗。比橄欖球稍微溫和些，比傳統的英式足球呢，允許更多手上的動作。好，說回安德魯斯，他大概21、22歲開始給自己遇到的教練做筆記，到了29歲已經認真考慮執教。過去遇到的意大利名帥特拉帕托尼，讓他理解了簡潔和清晰的重要性。格倫霍德爾給他的影響更多是在比賽細節和戰術的預判。奧斯卡加西亞讓他第一次系統接觸到巴塞羅那一樣的控球思維，門將參與組織。還有不同文化的背景，球員如何溝通。所以現在布倫特福德的球風在一場比賽可以同時出現多種風格，有長傳，有壓迫，有低位防守，有快速轉換。而安德魯斯的執教風格非常看重先看人再看球員，他非常重視對球員保持誠實直接溝通，還要真正了解球員在場外的生活。
他認為最容易被教練忽略的恰恰是替補和落選的球員。所以去年夏天，布倫特福德經歷巨大的動盪，托馬斯·弗蘭克離任，多名核心球員離隊，安德魯斯第一次擔任英超主帥，卻成功把球隊帶到第9，進入了賽季最佳主教練候選範圍。現在俱樂部已經把他的合同延長到2032年。所以面對德澤爾比的熱刺，安德魯斯不會用某一種固定的方法來破解熱刺，他的核心思想是永遠打破對手預期，讓對手猜不透，這會是布倫特福德的一大優勢。而德澤爾比我們就很熟悉了，去年春天他接手了接近降級區的熱刺，以非常小的優勢將保級。這次到熱刺，德澤爾比要求了比他過去在布萊頓、在馬賽時期更大的足球事務的控制權，明確要求要引入處於成熟的年齡可以立刻使用的球員，像托納利、范赫克、馬特烏斯、費爾南德斯，這些交易都符合這個思路。而他的風格強調反反复复一個詞兒 ，soul 靈魂。他認為熱刺必須要建立自己清晰的比賽風格，同時賦予球隊靈魂。很多人喜歡談長期計劃，但真正能把計劃堅持完成的人很少。所以他的執教能力幾乎從來沒有被嚴重質疑過，連瓜迪奧拉也公開欣賞德澤爾比的足球。但是他過去在布萊頓、在馬賽隊後期都出現過和管理層關係破裂的問題。現在熱刺給他史無前例的超級大權，那麼他能否長期待下去，這是一個觀察點。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在熱刺待超過18個月。現在的熱刺隊內比過去图多爾時期氣氛已經有明顯的變化，德澤爾比更強調鼓勵、信心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他當然也會嚴厲地批評球員，但目的更多是激發而不是壓制。年輕的門將金斯基就說過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話，德澤爾比逼着你相信自己。德澤爾比同樣給金斯基也有一個評價，說他很有個性，有強烈的性格。另外，今天布倫特福德主隊咱們優先注意伊格爾·迪亞哥。他13歲就失去了父親，從水果市場和建築工地一步步走到了英超。他出生在巴西加馬，13歲時父親過世，家裡的經濟壓力一下子落在母親和孩子們的身上。迪亞哥小時候在水果市場幫人搬水果，還做過建築相關工作和其他各種零工，目的很簡單，幫助母親維持住家庭。他後來回憶，媽媽是自己見過最堅強的女人。足球真正改變家庭命運之後，對他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終於能夠反過來照顧家人了。如今他自己也成為了父親，他表示有了孩子之後，足球上的動力反而更強，因為自己的責任已經不只是職業生涯。迪亞哥到布倫特福德的第一個賽季非常不順利，連續的傷病，整個賽季正式出場時間不超過180分鐘，而且沒有進球。但第二個賽季就完全翻轉過來，他成為英超歷史上首位單賽季打進20球的巴西球員，也是繼伊萬托尼和姆波莫之後，布倫特福德又一個英超的超級前鋒，單賽季能有20個球。上賽季他各項賽事打入25球，射門轉化率達到 26.19%。這次面對熱刺的主力後衛范德芬缺陣，後防組合大量使用了新人，所以迪亞哥強大的背身能力、禁區內的搶點和高效率的射门是老 K 非常看重布倫特福德最直接的攻擊點。而熱刺隊首先咱們看意大利後腰托納利，從他18歲開始，德澤爾比就已經在關注他了。前面我們說過，兩人都來自布雷西亞，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而且托納利過去還有因為賭球的事遭到長期禁賽，所以這場比賽建議大家高度關注，很有看头。另外，熱刺仍然在大力補強鋒線，他們的陣容還不是完整版本，但德澤爾比已經花了 2.37 億英鎊，已經開始承受巨大壓力。許多人認為熱刺花了巨款，卻放走了羅梅羅、斯彭斯等等優秀球員，花了這麼多錢，卻未必實現了陣容升級，也許不一定比上賽季更強啊。戰術方面的對位，最大的矛和盾，德澤爾比的控球對上安德魯斯的不可預測。過去的德澤爾比執教布萊頓，曾經做到賽季平均控球率超過 60%， 傳球成功率接近 89%。可安德魯斯的球隊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賽，所以我們就要看德澤爾比的思路能不能打成。他過去喜歡讓門將、中後衛和雙後腰在壓力下傳球，通過吸引對手第一道逼搶上來，制造中路和內部區域的空位，再向前推進。這場比賽戰術方面也很有看點。多特蒙德對拜仁的貝肯鮑爾超級杯，先說結論，最可能的比分1-2或者2-3，看好拜仁獲勝。這場資金方面，大眾資金傾向於順應拜仁近期的連勝，而專業資金呢，對多特蒙德的主場保持警惕性。組合建議首選拜仁常規時間獲勝，再加上全場總進球數大於 2.5 球。
上賽季拜仁拿到了德甲和德國杯雙冠王，所以超級杯是由德甲亞軍多特蒙德获得資格。兩隊已經是第10次在德國超級杯直接爭冠。此前拜仁5勝，多特4勝。上一次2021年在多特蒙德，拜仁3-1獲勝。這一次如果90分鐘打平，就直接進入點球大戰，沒有加時賽。多特蒙德這次夏天的季前賽不太順利，但也3-2擊敗過英超冠軍阿森納。最後是在主場0-2落後的情況下，追成2-2戰平羅馬。傷停方面，瓦爾德馬安東和馬克西米利安拜爾已經回歸，球庫埃梅卡還有疑問，埃姆雷詹和斯洛特貝克繼續缺席，新援菲爾曼和康斯坦泰利亞斯身體狀態原則上可以比賽，但後者剛剛到隊不久。主教練科瓦奇表示，現在的大名單很滿，反而必須要裁掉幾個人，所以陣容上由於埃姆雷詹和斯洛特貝克同时不在，19歲的若昂加杜很可能和安東和本塞拜尼組成3中卫。加杜在季前賽3-2对阿森納還取得過進球。多特蒙德的陣型3-4-2-1，而拜仁慕尼黑真正的問題不是季前賽的成績，而是世界杯後各位球員歸隊的時間。哈里凱恩和奧里塞和于帕梅卡諾歸隊較晚，對海登海姆只踢了約30分鐘。諾伊爾和基米希在這場比賽得到休息，因此這兩人預計會直接回到首發。傷停方面，穆夏拉不會成為選擇，還有卡爾格納布里也處於恢復階段。新援塞巴里很可能競爭前腰的位置。右後衛方面，斯塔尼西奇已經復出，萊莫爾此前遭遇了腿部問題，雖然已重新參加訓練，但狀態存疑，預計首發4-2-3-1。門將諾伊爾，後防線斯塔尼西奇、於帕梅卡諾、約納坦塔、納薩尼爾布朗，雙後腰基米希和帕夫洛維奇，前面是奧里塞、塞巴里、路易斯迪亞斯，中鋒凱恩。關鍵的問題是凱恩、奧里塞、於帕梅卡諾能不能直接踢70分鐘以上？即使凱恩和奧里塞沒有首發，主教練孔帕尼也有足夠的陣容深度可以替代。雙方主教練對尼科科瓦奇來說，這不是普通的國家德比，而是前拜仁主教練打現在的拜仁主教練。他過去自己就曾經坐在拜仁的主教練席位上。2018年的他從法蘭克福來到拜仁，首個完整賽季就拿到德甲加德國杯雙冠，也是德國足球史上少有的既作為球員又作為教練隨拜仁慕尼黑拿到國內雙冠的人。但很可惜2019年11月拜仁1-5慘敗法蘭克福，雙方分手。科瓦奇在拜仁雖然拿過冠軍，但沒有真正建立長期的統治。不過去年他接手多特蒙德，當時俱樂部正處於明顯的低谷，可上賽季他帶隊拿到73分，排名德甲第2，還把防守做到聯賽最佳的34個丟球。所以本場缺少斯洛特貝克，缺少埃姆雷詹，這格外刺眼。過去1年他們成功的改造基礎正是防守組織和穩定性。新賽季科瓦奇自己的展望目標是延續穩定，繼續發展，希望從現有的體系再擠出幾個百分點。他一直強調強度、重複的動作和訓練表現決定了上場資格，而不是年齡或者名氣。科瓦奇不是一個喜歡花哨足球的人，所以超級杯前他將18歲的卡雷薩斯、19歲的加杜、18歲的伊納西奧直接推進主力的競爭。還有拜爾原本是攻擊手，科瓦奇卻在季前賽讓他嘗試踢邊翼位，瑞爾森和斯文松呢，甚至被安排到與他們通常位置相反的側翼，說明他的思路是要通過邊翼位內收，讓多特蒙德在中路形成更多接球點，而不是單純沿着邊線衝擊。不過過去他執教多特，面對拜仁的戰績一直不理想，今年3月在主場還一度領先，最後仍然2-3輸掉。這次超級杯既是爭冠，也是科瓦奇證明自己的又一次機會。而拜仁主教練孔帕尼我們就不用多介紹了，他的足球觀念有個非常明顯的核心，不是踢機械位置的足球，而是盡可能把最有技術的4到5名攻擊手放在能夠互相聯繫的位置上，也就是團隊協作會擊敗純粹的戰術。拜仁的理想狀態是，即使對方全線退守，也必須讓拜仁通過3-4腳傳球就可能形成射門。孔帕尼情商非常高，他知道怎麼和每一個球員相處，甚至和拜仁每個高層關係都很好。孔帕尼的個人經歷很特別，他出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父親皮埃爾從當時的扎伊爾來到比利時，後來進入到地方政治，甚至成為市長。孔帕尼回憶，父母從小就告訴他，在社會中有些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獲得同等的認可，這也明顯影響了孔帕尼的領導方式和在公眾的表達。新賽季他說目標永遠是最大化，聯賽、杯賽、歐冠，只要是冠軍都要爭。
而且每每困難越大，恐怕你反而越享受。所以對他來說，超級杯不只是熱身賽。好，球員方面請注意多特蒙德的塞爾胡吉拉西，他上賽季沒有複製之前的高產，但仍然在46場正式比賽打進22個球。這個夏天在友誼賽對羅馬的扳平球，說明他射門的感覺還在。早年在科隆，吉拉西經歷過反覆的傷病，後來他說那段時期最大的收穫不是技術，而是終於懂得怎樣管理自己的身體。上賽季他一度連續7場德甲不進球，對信心影響很大，但他的處理方式很成熟，繼續訓練，不讓外界的評價改變自己的節奏。他的職業生涯經歷過多次轉會，曾經跟隨科隆和亞眠遭遇過降級的打擊，很長一段時間他被貼上標籤說實力平平又容易受傷，但後來大器晚成，加盟斯圖加特以後迎來戲劇性的轉折。這位過去的浪人，现在的机器仍然非常危險。拜仁方面我們都很熟悉了，現在最大的新聞是凱恩什麼時候續約。另外多特蒙德新賽季明顯年輕化，陣容成本減少了數千萬歐元的級別，但管理層李肯說不能因為用了年輕人最後只拿第6名，俱樂部的希望是要買年輕有發展價值的球員。也就是說多特蒙德想同時做到降成本但也要爭冠，不是所謂的进入了重建。但這一次菲尔曼和康斯坦泰利亞斯來得太晚，新賽季德甲老 K 對康斯坦泰利亞斯有着極高的期待。還有今年夏天拜仁從 PSV 埃因霍溫得到了塞巴里，多特蒙德從埃因霍溫簽下了菲爾曼。荷蘭冠軍隊同時失去了2名關鍵中場，而他們又分別去了德國的2大競爭者。還有就是拜仁球迷最關心的穆夏拉的醫療的細節，這個咱們只能再觀察。好，戰術對位方面，中場之爭，喬布貝林厄姆加恩梅加對上了基米希和帕夫洛維奇。貝林厄姆的弟弟喬布貝林厄姆到底現在的水平怎麼樣，值得高度期待。多特要做的不是和拜仁拼長期的控球權，而是讓喬布讓恩梅加在搶斷後第一時間向2個前腰輸送球權，一旦第一腳能夠越過基米希的壓迫，吉拉西就有機會直接攻擊拜仁的中後衛。而對拜仁來說，多特的內收型邊翼位會不會反而被奧里塞和路易斯迪亞斯所利用，這是個大看點。還有多特沒有施洛特貝克，左側的出球質量會不會下降？最大的變數就是拜仁3叉戟到底首發幾個人，還有多特的年輕防線、年輕的攻擊手們，值得咱們好好檢閱一下。第1輪意甲，國際米蘭對猛扎隊，最可能的比分2-0或3-0，國米勝。這場資金方面，散戶資金同樣大面積追捧國際米蘭，專業資金同樣順應國米在主場的強勢。還有猛扎隊一向不太擅長踢客場，組合建議可以選國米主隊獨贏且零封對手，或者還可以考慮大球。這場比賽國米是以衛冕冠軍身份揭幕，猛扎則在降級1個賽季後迅速回來，上賽季在意大利乙級聯賽排名第3，升到甲級聯賽以後，球隊迅速更換了教練，由伊萬尤里奇接手，目標非常现實，保級。兩隊過去6次在意甲的交手，國際米蘭3勝2平1負。不過猛扎唯一的勝利就是2023年在聖西羅球場1-0爆冷，所以足球比賽永遠沒有100%。這次季前賽國米的成績相當穩定，特別是安迪·迪烏夫在對陣卡爾斯魯厄隊最後階段梅開2度，斯通斯在最後一場熱身賽也打入加盟後第1個球。不過勞塔羅·馬丁內斯、馬庫斯·圖拉姆還有斯通斯都是8月9日才開始訓練。傷停方面，姆希塔良停賽，斯彭斯基本不會出場，他因為備戰進度落後，正在單獨訓練。而最大疑問是勞塔羅隊長歸隊晚，主教練齊沃也說還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經準備好能打首發。國際米蘭的陣容預測352，門將何塞普·馬丁內斯，後防線比賽克、阿坎吉、巴斯托尼，中場迪烏夫、巴雷拉、切爾漢奧盧、澤林斯基、迪馬爾科，鋒線上皮奧埃斯波西托和勞塔羅。猛扎隊呢，在意大利杯剛剛3-0擊敗了阿維利諾隊，新援古斯塔沃·瓦雷拉梅開2度，第1個球就來自於前場奪回球權制造的機會，所以尤里奇這套球隊的高壓搶回球權的體系已經出現雛形。不過賽前傷病非常嚴重，球隊處於緊急狀態，馬泰奧·佩西納將缺陣2到3個月，圖雷還沒有恢復正常訓練，另外還有阿金桑米羅、科隆博、丘里亞也存在問題。登巴蒂亞姆和丹尼莫塔停賽，這使得猛扎隊在中場和進攻線非常吃緊。兩位主教練齊沃首先是2010年3冠王時代的國米後衛，他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後階段也在國際米蘭度過。
退役後的齊沃2018年進入國米的青訓體系，一路執教青年梯隊，直到25年2月才第一次真正執教成年队帕爾馬。當時帕爾馬在降級區，齊沃13輪拿到16分，最終完成保級。幾個月後，國際米蘭就讓這個成年隊執教經驗很少的齊沃接替了英扎吉。這是一次相當大膽的賭博，可這場賭博的結果變成意甲和意大利杯雙冠王。而在球隊，齊沃和年輕球員的關係是這支國米的重要變化。皮奧埃斯波西托從 U14 時代就已經認識齊沃，他明確說齊沃給了自己非常重要的信任，而且齊沃特別願意使用年輕球員。過去1年，齊沃對待媒體的態度一直比較強硬，他曾經批評教練員、球員、記者和社交媒體一起制造了足球環境裡的負面情緒，所以他在公開場合總是保護球隊。猛扎的伊萬尤里奇呢，他也曾經在国際米蘭擔任助理教練。過去他曾經率領克罗托內隊歷史上首次升入意甲，之後帶維羅納隊連續取得意甲第9和第10名。在預算很小的情況下，靠着高強度、人盯人和積極向前的打法建立了自己的名聲。隨後執教了都靈3年，但後面的經歷明顯不順，在羅馬、在南安普頓和在亞特蘭大都沒有達到預期。他的管理風格非常強硬，在都靈時期，他曾經將拉多尼奇換上僅10幾分鐘馬上換下，還公開批評球員比賽的態度。這種做法當時造成很大爭議。不過有意思的是，猛扎現在的隊長佩西納卻非常認可這種性格。他們過去在維羅納就合作過。佩西納說，尤里奇最大的特點就是有話直接對你說，不繞彎子，而且球隊出現問題的時候不會害怕承擔責任。尤里奇的戰術風格不喜歡一直縮在低位，他希望能主動逼搶國際米蘭。所以咱們就看看是能制造出懸念呢，還是一場國米的大勝。球員方面，國際米蘭的皮奧埃斯波西托，這是一個全家都跟足球綁在一起的家庭。埃斯波西托3兄弟全部踢職業足球，皮奧是最小的一個，而他從很小也進入了國米青訓。另外，他們的姐姐安娜瑪利亞對皮奧來說幾乎像第2個媽媽，從學校的學習到家庭各種問題都會幫助他。他到現在仍然幾乎每天都要和姐姐聯繫。皮奧小時候在學校成績很好，後來足球佔用了越來越多的時間，到最後仍然堅持完成學業。這次季前賽第1場，國米16-0大勝，皮奧下半場打進5個球。現在歐洲各大豪門都盯上了他，繼續發展下去，意大利足球復興的希望就在皮奧身上。而猛扎隊的帕特里克·庫特羅內出自 AC 米蘭青訓，17到18賽季真正爆發，整個賽季各項賽事打進18個球。而他早期最著名的進球就是2017年意大利杯，他在加時賽攻破國際米蘭的球門，在米蘭德比幫助 AC 米蘭獲勝。幾年後，他去過狼隊，去過佛羅倫薩，但發展沒有達到最初成名時的高度。今年1月，他原本接近加盟另一支意甲球隊，但最後選擇猛扎，原因是他認為猛扎隊是真正把自己作為重要球員的項目，所以來的目標就是幫助猛扎回到意甲。最終，這個目標真正的完成了。主教練尤里奇最近特意表揚庫特羅內的訓練態度，說他訓練強度很高，身體狀況好，基本沒有錯過任何訓練。現在尤里奇嘗試讓庫特羅內的位置稍微回撤，成為第2前鋒或者中場的連接點，所以預計他會在21歲的瓦雷拉身後活動。最近場外有許多關於老塔羅和巴塞羅那的緋聞，但從國米的角度看，是無論如何不會賣地，除非巴薩給巨款，但巴塞羅那大家也知道，沒錢是他們唯一的問題。好，戰術方面我們要看尤里奇會不會真的壓出來，還有國米的左側和猛扎隊右側的內部空間，這裡有巴斯托尼、澤林斯基和迪馬爾科的連線。另外，國際米蘭右邊翼位預計會是安迪·迪烏夫，這裡也許會成為猛扎隊尋找反擊的主要方向。但猛扎隊最大的問題是現在中場人員奇缺呀。尤里奇的足球非常依賴跑动、对抗、人盯人和連續的第2次逼搶，但是巧妇難為無米之炊，傷病嚴重的情況下，他們能把這種壓迫維持多久呢？好的，今天咱們聊到福克森執掌曼聯第4階段，1996年夏天到99到2000賽季結束，這也是從坎通納謝幕到92班真正成年，再到3冠王帝國。96年以前，福克森已經證明了3件事：第一，他能夠重建曼聯；第二，能夠奪回英格蘭冠軍；第三，也敢於把冠軍球隊拆掉，讓92班上位。但還剩最後一個問題沒有解決，曼聯到底能不能成為歐洲最好的球隊？時間到了95-96賽季結束，曼聯其實已經完成了一次驚人的重建，
剛剛第2次雙冠王，但弗格森仍然繼續換人。保羅·因斯走了，馬克修斯走了，坎切爾斯基走了，貝克漢姆、斯科爾斯、巴特、加里內維爾、菲爾內維爾剛剛開始進入核心陣容。正常情況下，96年夏天應該先穩定這個陣容，可弗格森卻繼續換。老隊長史蒂夫·布魯斯離開，里夏普離開。與此同時，曼聯引入了萊蒙德·范德古、羅尼·約翰森、約爾迪·克魯伊夫，是的，這是偉大的克魯伊夫的兒子，卡雷爾·波波斯基和一個當時在英格蘭幾乎沒有人聽過的挪威前鋒的名字奧萊·居納爾·索爾斯克亞。所以這一批新援大多非常年輕，而索爾斯克亞迅速成為了其中最成功的那一個。弗格森從莫爾德隊得到索爾斯克亞，僅僅花了大約150萬英鎊，結果他的第一個英超賽季就有18個聯賽進球，成為曼聯隊內頭號聯賽射手。一個後来成為曼聯歷史傳奇的人物，就這樣幾乎沒有任何聲勢的進入了老特拉福德。新賽季第1輪，曼聯面對溫布爾登。1996年8月，貝克漢姆一腳球將自己踢成了全國明星。比賽是在塞爾赫斯特公園進行的，當時曼聯已經2-0領先。在比賽接近結束的時候，只有21歲的貝克漢姆在接近中線的位置，發現對方門將站位有些靠前，他沒有繼續帶，直接起腳，球以美妙的弧線越過門將，飛進球門，超級遠射，3-0。這個球幾乎一夜之間將貝克漢姆從一個曼聯很有天賦的年輕球員變成英國全國甚至全世界都認識的人。老 K 也是在體育新聞裡看到這個球，從此記住了這個名字，大衛·貝克漢姆。這件事也特別有象徵意義。上個賽季92班已經證明靠一群孩子們可以奪冠，而從96-97賽季開始，他們要證明的是孩子們可以成為巨星。貝克漢姆率先完成了這一步，但後來的過程非常艱辛。冠軍隊曼聯很快被人打得懷疑人生。96年10月，他們在客場挑戰紐卡。上個賽季紐卡曾經領先曼聯12分，卻最終丟掉冠軍。顯然紐卡憋了一肚子的火，結果紐卡5-0狂勝曼聯，這已經夠慘了。下一輪他們又面對南安普頓，南安普頓6-3狂勝曼聯。接下來回到老特拉福德，在主場曼聯輸了切爾西一個1-2，連續的3場聯賽失利，衛冕冠軍突然被打得千瘡百孔。所以冠軍球隊弗格森的曼聯並不是大家後來在回憶裡那种我們每個周末都可以碾壓別人，不是的，他們經常会突然遭遇慘敗。真正特別的是，弗格森的球隊在連續慘敗之後卻很少長期崩盤，3連敗之後他們反而16場不敗。下一場曼聯面對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手阿森納。阿森納剛剛迎來一名法國新教練阿爾塞納·溫格。您看，這跟咱們剛剛做過的溫格的紀錄片，這不就連上了嗎？所以感謝大家給老 K 提意見。但現在我們把2個、3個主教練的故事輪番講，也有它的好處。當時溫格在英格蘭還遠不是後來那種傳奇人物，結果曼聯1-0擊敗阿森納，這也是溫格執教阿森納後的第一次失利。更重要的是，從這一場開始，曼聯隨後連續16場聯賽保持不敗。所以這場普通的曼聯對阿森納，實際上已經提前預告未來7-8年英格蘭足球最重要的戰爭是弗格森對溫格。而且溫格教授一來就送上見面禮，這16場聯賽不敗，他給開了個好頭。96-97賽季，在英國有一個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人物索爾斯克亞。他剛來的時候，許多英國人甚至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應該怎麼念。他長着一張很年輕的臉，就像賈寶玉一樣，看上去根本不像一個可怕的射手。結果整個賽季18個英超進球，超越了坎通納、安迪科爾和貝克漢姆，成為曼聯隊內聯賽最佳射手。他的特點和安迪科爾還完全不一樣。索爾斯克亞最厲害的東西不是身體能力，而是觀察。他會研究門將站在哪兒，中後衛轉身後往哪邊，第二點球可能落在哪兒。這也是後來他作為超級替補特別恐怖的原因。坐在板凳上的時候，他不是在單純的等待上場，而是在觀察對方後衛现在最怕什麼。2年之後，這種習慣會改變曼聯的歷史。而在歐洲賽場，弗格森也終於開始接近自己的夢想。96-97賽季的歐洲冠軍聯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曼聯小組賽仍然跌跌撞撞，直到最後一輪2-0擊敗維也納快速才確保晉級。但是進入淘汰賽以後，他們突然打出一場真正屬於歐洲豪門的比賽。1/4決賽，曼聯面對波爾圖。當時的波爾圖小組賽表現非常強，
結果第一回合到了老特拉福德，被曼聯4-0血洗，大衛梅、坎通納、吉格斯、安迪科爾分別有進球。尤其漂亮的是第3球，坎通納發動進攻，科爾傳球，吉格斯高速殺入禁區完成終結。這場比賽已經極具弗格森的曼聯特色，大膽、快速、攻擊性極強。曼聯終於第一次讓歐洲真正意識到，這支英格蘭霸主可能要來了。這裡咱們多說一句啊，從92到93賽季開始，歐冠也就是歐洲俱樂部冠軍杯正式改名為歐洲冠軍聯賽。這次改名也伴隨着賽制進行大幅度調整，標誌着現代歐冠商業化和品牌化運營的開始。看起來僅僅是個改名，但絕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字遊戲。這其實是世界足球歷史上最成功、最激進，甚至带有秘密商戰色彩的品牌重塑。歐洲冠軍杯創立於1955到56賽季，在90年代初，舊版的歐洲冠軍杯採用純淘汰賽制，這意味着強隊如果運氣不好，第一輪抽籤就可能抽到一起，就會有一個豪門直接被淘汰。1987年，西甲冠軍皇家馬德里和意甲冠軍那不勒斯在第一輪就撞車了，導致那不勒斯直接出局，馬拉多納直接出局，轉播商和豪門俱樂部都氣瘋了，因為這意味着後面巨額的門票和電視轉播費瞬間蒸發。於是以 AC 米蘭巨頭貝魯斯科尼為首的歐洲大俱樂部們開始在暗地裡密謀，準備徹底脫離歐足聯，自己組建一個只屬於有錢人參加的歐洲超級聯賽。是的，這故事聽起來是不是很像皇馬老佛爺過去幾年的所為？其實最開始是90年代初 AC 米蘭的貝魯斯科尼就已經牽頭在搞了。要知道在90年代，當時的歐足聯只有区20名員工，根本無力对抗豪门俱樂部。為了安撫這些造反的俱樂部，歐足聯被迫同意改制並且改名，引入了小組賽機制，這樣能夠讓豪門保底他們的比賽場次，同時也保住了歐足聯對歐洲足球的統治權。而只有20個員工的小歐足聯是如何一夜之間把歐冠包裝得如此高大上呢？當時他們外包了一家專門為此成立的瑞士體育營銷公司，叫做 Team Marketing。 這家公司才是現代歐冠真正的親生父母。 Team Marketing 當時提出了一個在今天看起來極為震撼，但在當年被視為簡直是瘋了這樣一條鐵律，12個字：品牌就是信仰，神聖不可侵犯。這種絕對控制在1992年是具有顛覆性的。他們要求所有參賽球場在歐冠比賽日必須拆除原有的所有的本地廣告牌，統一換上歐冠官方贊助商的板子，甚至連球場草坪的修剪方式、媒體採訪的背景牆都必須像素級的統一。如今已經盡人皆知的星形的足球標誌是由倫敦設計師菲爾·克萊門特設計的。8顆星的秘密是什麼？現在的球迷可能以為上面的星星代表球星，但其實最初的初衷非常嚴謹。它上面的8顆星星精準代表了92到93賽季第一屆改制以後進入正賽小組賽的全部8支球隊。是的，今天的歐冠正賽階段擴軍後已經龐大無比，但在1992年改制的第一年，賽制非常殘酷也精簡。當時前2輪是淘汰賽，歐洲各國的聯賽冠軍先進行2輪主客場淘汰賽，32強進16強，16強進8強，只有最終突圍的8支球隊才能進入歐冠真正意義上的小組賽階段正賽。這8支球隊會被分為2個小組，每組4個隊，進行雙循環比賽，2個小組的第一名直接晉級最後的總決賽。所以在當時的設計理念中，能夠進入前8強，也就是8支小組賽正賽的球隊，就代表進入了歐洲足球最高榮譽的殿堂。而第一年的8顆星星進入小組正賽的8支球隊，分別是蘇格蘭的流浪者、法國的馬賽、意大利的 AC 米蘭、瑞典的哥德堡、比利時的布魯日、葡萄牙波爾圖隊、俄羅斯的莫斯科中央陸軍、荷蘭的埃因霍溫隊。是的，根本就沒有英格蘭球隊。所以像瑞典的哥德堡、比利时的布魯日當時就能夠和 AC 米蘭平起平坐，他們的名字被永久的固化在了歐冠的8顆星星裡面。後來當小組賽規模從8個隊一步步擴軍到16個隊、32個隊，再到如今全新的賽制，歐足聯沒有選擇修改8顆星星的 logo， 因為1992年設計的這版本在商業上太成功了，它已經成為和世界杯大力神杯一樣具備統治力的足壇視覺的圖騰。另外這8顆星被留下來，也作為对1992年歐冠新紀元的誕生以及那8支創始球隊的永久性致敬。所以像巴薩、皇馬這樣的超級豪門在第一屆歐冠聯賽正賽
居然連名字都沒有留下。回到當時，當營銷公司的高管把這個設計圖草稿帶到當時的歐足聯主席約翰松面前時，發生了一件在廣告界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兒。在場每一位高層看了一眼，沒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見，所有人立刻異口同聲地說：“就是它了。”還有著名的主題曲，那首讓人起雞皮疙瘩的歐冠主題曲 Champions League， 響起的時候，很多人以為那是一首純正的歐洲古典樂，但它其實包含了一段奇妙的音源。歐足聯當年明確要求，我們要一首聽起來很高貴，充滿着古典的歌劇感，能夠代表歐洲最高殿堂的音樂。英國作曲家托尼·布里登接下了這個任務，他靈機一動，決定抄了個近道。他改編了1727年德國音樂大師韓德爾為英國國王喬治2世登基的時候創作的加冕的頌歌。布里登重新填詞，並使用了3種官方語言，包括皇家英語、法語、德語，混合着高唱。結果這首本屬於英國王室登基的歌，摇身一變成為了世界足壇最具標誌性的信仰之歌。另外還有這次歐冠的改名和商業化包裝，直接也改變了世界足球的版圖。在1992年之前，東歐的球隊是非常恐怖的力量。1986年的布加勒斯特星，1991年的贝爾格萊德紅星都曾經捧起過歐冠獎杯。在舊的賽制下，小球隊只需要在主客場2回合掀翻巨人球隊就可以創造奇蹟。但在1992年改名並引入了殘酷的小組賽之後，比賽變成了拼陣容厚度、拼經濟實力的持久戰。東歐的俱樂部和非主流聯賽的豪門俱樂部很快因為本土電視轉播市場規模小，留不住球星，被徹底隔絕在足球的頂層財富圈之外。所以自1992年歐冠改名至今，再也沒有任何一支東歐球隊能夠染指歐冠冠軍。可以說，這次改名不僅是商業上的勝利，也是歐洲足球貧富分化、階級固化的分水嶺。這裡也說個冷知識，從1992年歐冠正式改名至今，只有2支非5大聯賽的球隊成功捧起過歐冠冠軍杯。一個是94到95賽季，范加爾率領的阿賈克斯1-0戰勝了 AC 米蘭。當時他們全攻全守的青春風暴席捲歐洲，這也是為什麼范加爾後來得到了巴塞羅那的帥位。特別那一場決賽，老 K 記憶猶新呀！替補登場的18歲小將克魯伊維特絕殺了如日中天的 AC 米蘭。那一支阿賈克斯的陣容裡有西多夫、戴維斯、范德薩，還有德波爾兄弟，這都是後來的超級巨星。還有第2次就是偉大的若澤·穆里尼奧，03到04賽季，他率領波爾圖3-0戰勝了法甲的摩納哥隊，那也是一場現代足球防守反擊戰術的巔峰之作。而且當時作為對手的摩納哥隊主教練就是後來的世界杯冠軍主教練德尚。當時年僅35歲的德尚作為少帥，帶領着財政陷入危機的摩納哥一路淘汰了皇馬、切爾西，殺入決賽。雖然決賽輸給了穆里尼奧，但那次執教也證明了他的能力和鐵腕，為他日後執教法國國家隊奪得2018年世界杯冠軍奠定了基礎。當時的摩納哥隊伍裡面有從皇馬租借來的神鋒莫倫特斯，他是那個賽季的歐冠金靴9個球，在淘汰賽親手施主幹掉了皇馬。還有球隊隊長久利，決賽第23分鐘久利因傷被迫下場，也成為整場比賽的轉折點。後來他轉會到巴塞羅那，是梅西崛起前在巴薩的右邊鋒主力。摩納哥队還有埃弗拉，在邊路攻防俱佳，決賽的時候只有23歲，一戰成名。後來轉會曼聯，成為了世界第1左後衛，有力的競爭者。另外還有羅騰，左路的黃金左腳，還有年僅20歲的年輕替補中鋒阿德巴約，他後來去了阿森納、曼城、皇馬，在豪門成長為頂級的鋒線大殺器。穆里尼奧的球隊裡有德科，現在的巴塞羅那總監，還有後防統帥卡瓦略，鐵人中場馬尼切，穩健的右後衛費雷拉，傳奇門將巴亞。好，說回96到97賽季的歐冠，曼聯半決賽他們的對手是多特蒙德。第1回合多特蒙德1-0取勝，第2回合到了主場老特拉福德，曼聯原本以為可以逆轉，結果又輸了個0-1，總比分0-2出局。那一支多特蒙德隨後在決賽擊敗尤文圖斯，成為歐洲冠軍。96到97賽季的多特蒙德主教練希斯菲尔德，歐洲足壇殿堂級的戰術大師，他當時打造了一支紀律極強、反擊極其犀利的3-5-2陣型。在多特奪冠以後，轉投了拜仁慕尼黑，還再次拿到了歐冠，成為歷史上第1位帶領2支不同德甲球隊奪得歐冠的主教練。當時的多特蒙德被稱為老男孩軍團，
因為陣中有好幾個被尤文圖斯清洗的老將。後防線上，薩莫爾，球隊的精神領袖、戰術核心、司職自由人，96年的金球獎得主，也是那支多特蒙德核心大腦。世界級中後衛尤爾根·科勒爾，他曾效力尤文圖斯，在這場決賽用教科書般的防守徹底鎖死了尤文的鋒線。還有右邊翼衛斯特凡·羅伊特，跑不死，速度極快，同樣是前尤文圖斯球員。門神斯特凡·克羅斯，外號卡斯特洛普的貓，他在決賽中多次高撲低擋，化解了齊達內和皮耶羅的進攻。中場安德雷亞斯·穆勒，球隊的10號核心中場，也是前尤文图斯核心球員。還有葡萄牙黄金一代中場大師保羅·索薩，1年後被尤文賣到多特，結果第2年又在決賽親手擊敗了前東家，完成了蟬聯歐冠的奇蹟。中場還有蘇格蘭工兵蘭伯特，這3位組成了中場鐵三角。在決賽中，希斯菲爾德交給他一個死任務，全場貼身肉搏，瘋狂絞殺尤文的核心齊達內。蘭伯特完美的完成了任務。鋒線上，德國空霸前鋒卡爾海因茨里德爾，決賽上半場短短5分鐘內連入2個頭球，直接將尤文圖斯砸暈了。另外還有多特蒙德本土青訓的超級金童拉爾斯·里肯，老 K 當年就專門買了里肯的球衣，太喜歡他了。那場比賽最經典的畫面就是他替補登場僅僅16秒鐘，第一次觸球就在禁區外完成了一腳驚天的遠程吊射，比分直接鎖定為3-1。這是歐冠歷史上最偉大的替補奇蹟之一呀。還有鋒線上的斯特凡·查普伊薩特，瑞士傳奇前鋒，跑位極其聰明。當年的他是多特蒙德最穩定的得分點。一說到這些，老 K 就嗨了，不好意思。好，咱們說回来，輸給多特蒙德，輸給希斯菲爾德，這輪比賽對弗格森意義非常大。曼聯的進攻並不是完全制造不了機會，真正的問題是在歐洲頂級的淘汰賽不會允許你浪費那麼多機會。在英超你可以瘋狂的衝擊90分鐘，可在歐冠半決賽，對手可能只需要你1次錯誤就殺死你。弗格森後來不斷強調歐洲經驗，就是從這些失敗一點點學出來的。但是在1997年，在英格蘭還是曼聯的天下。在聯賽中他們重新穩定下來，最終21勝12平5負75分，連續第2年拿到英超冠軍。這也是英超成立5年以來曼聯第4次奪冠。到了這個時候，5年4冠意味着王朝已經出現，大家都很難再把曼聯看作一個階段性的強隊。而坎通納又拿到了一座聯賽冠軍，所有人自然會想，下一年繼續唄。然後整個英格蘭足壇突然收到一條讓人完全無法理解的消息，預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您的熱推，感謝您的點讚，咱們下次再見。